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刚呢，我从这个眼科医院出来，在里面呢做了眼睛的第2次复查吧。这一次复查呢，算是有个好消息，就是我的眼睛的视力比第1次复查更好了。这一次是测了是 1.25 的，连双眼都是 1.25。之前术后第1天做的复查是 1.0， 所以说变得更好了。然后那个医生还建议我要戴着墨镜，就是这1个月尽量戴着墨镜，因为太阳的强光呢可能会伤害这个眼睛嘛，所以说我就到医院附近去临时买了一副墨镜，这1个月都要戴着，就在强光的环境下要戴着，如果到了室内的话可以摘下来。这个就是刚刚做的检查结果，裸眼视力都 1.25 了，然后伤口愈合还是可以的。反正今天复查还是挺顺利的，我觉得这眼睛的视力更好了，就特别的开心。不过呢，我的右眼稍微有一点点感觉肿胀，但是医生让我去测了眼压，眼压又是正常的，所以说应该是没什么大碍，可能是眼球对那个药物有一点点反应吧，应该睡一觉就好了。然后昨天还有人问我，1个月不洗头的话，头是不是很臭啊？其实可以洗的，只是说要把腰弯下来，然后让那个头呢尽量低着，不要让那个水流进眼睛就可以了。这个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所以说不用担心我的头会发臭。我现在呢是要回到车上去，然后去附近的这个福特 4S 店去看一下撼路者，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去看一下撼路者。哇，今天出了好大的太阳，好热啊，拍一下就好热。这广州的天气真的是冰火2重天，前几天还是冷得要命的，前2天我把最厚的衣服全部穿上了，然后现在出了太阳就很热很闷了。我觉得我先回家换一件短袖吧，这太热了。撼路者这款车我之前在那个阿和哈洛村，就是那个地球大断崖的时候其实见到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离开地球大断崖，然后返程的时候遇到了一场泥石流，然后那一场泥石流呢有3辆车吧，有3辆车过去了，第1辆是普拉多，第2辆就是撼路者，然后第3辆呢是卡车。所以说这个撼路者的越野通过性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的，然后一冲就冲过去了，这辆车给我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待会儿去试驾一下，去感受一下它这个车的具体的这个驾驶性能是怎么样子的。太热了，我要回去换件短袖。天哪，我现在需要把这个支架给取过去，因为待会儿试驾车的时候没人帮我拍摄。很多人说我那个 GoPro 的视角怎么拍的，就是用的这个。好，终于扯下来了，换了件白色的衬衫，舒服多了，没那么热了。看到了，就在这里边，就在这门口就看到撼路者了，好大步啊，真的很大一步。刚刚问了一下是可以拍摄的，所以他们会找一个人来帮我了解一下这款车。其实我自己看也可以，就是我想看一下它后排倒下来的空间有多大，因为我平时出去自驾的话需要偶尔睡在车上。这是7座的呀？有5座，有7座。哇，这空间好大哎！但是它这个不是纯平的，这是稍微有一个角度在这里。中间这里还有个空隙，上下有一个高度的差。但是总体来说，这后边的空间是很大。现在订车的话，什么时候有车啊？能提得到车啊？订的话呢，基本来说2个月左右。2个月？对，2个月。2个月。其实后面的其实不用担心，因为一般的话呢，你也不可能直接躺在上面睡。你就准备个气垫，那就没区别了。它高低的话肯定是有个小落差的。我可以躺一下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躺下来的话，后边还有很长的一段空间。所以说它这个空间是真的很足很大的。5座的话它是没有后排这2个座椅的，然后它后边呢就是纯平的一个状态。对。它有这个高度差吗？5座的话？比这个还小。比这个小一点。是全时四驱对吧？标配的话。全时四驱的。现在看一下他们前边的这个内饰，这个屏幕就跟我那个现在那辆车一样差不多大。我挺喜欢物理按键的，因为我很不喜欢开车的时候去按这个触摸屏，所以说我觉得物理按键很好。但是它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好像有点小。这里是全地形的模式，有4种模式。这里有
这有个低速市区，还有后桥差速锁，就是稍微感觉这个键有点小。对，对，它这个物理按键有点小。它这个是什么作用啊？这个是放东西的。哦，放东西的。倒车雷达是有，但是只不过没有这个配置，它是没有倒车影像的。哦，倒车影像没有。对。这个就是我坐在车上的一个感受了。其实它后排空间很大，但是它的这个车顶的空间，因为我是1.63米嘛，它这个车顶的空间其实，如果高一点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矮，但是对我来说足够用了。只是说，如果是做成床车的话呢，它后排是不能加那种磨合的，因为它那个内部的空间高度还是比较有限。加磨合之后呢，坐就坐不直了。目前来说，我是坐得直的。帅哥，待会可以试驾吗？可以啊。好。那刚刚呢，我是进去看了一下这个撼路者的内饰啊。这内饰来说呢，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老气一点，但是还好，因为它的空间表现得特别的好。后排放倒之后呢，空间特别的大。我觉得作为床车，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它的外形我第一眼看了还是比较圆润一点的，就是不像其他的那些硬派越野车，比如说卫士啊或者大 G 啊这样子的那种棱角分明的那种感觉。这款车真的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大气，因为它真的很大一辆车。现在跟着工作人员去试驾他们的试驾车，先在这个场地里面先转一圈，待会儿呢再开出去。它这种车开起来跟我们正常开那种轿车 SUV 也不一样，那种非承载式车身来的，它是带大梁的嘛。我知道。然后它这车悬挂行程也会比较长一点，那开起来感觉比较软，对，不会很硬。哎呀，我感觉坐上这辆车好兴奋啊，是吗？就感觉马上要买下它了。它这个方向盘是可以上下移动的，对吧？可以啊，对，上下可以前后吗？就拉可以啊，也可以拉过来。对，它是有视线调节。就我刚刚一踩加速，它就动力输出感觉还是衔接的蛮平顺的，因为它是10速的变速箱，2.3T，感觉这一套动力总成还是很给力。就是中途加速的时候，它这个动力总成其实在国外用是用在那个猛禽上面的，好像跟野马是同一套是吧？是一样的。我就觉得它的悬挂调教的特别舒适，开起来它像开船一样。对，就像开船一样。方向盘的这个方向手感特别好，就在低速的时候转弯就感觉得到它这个方向力度的回馈，很舒服。但是好像它的那个转向比调的比较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方向盘打了，它就没有很灵敏的一个跟随。对，就是真的像你说的开船一样。对，这其实是福特这种类型的车的一个特性来的。我现在深踩一下加速，你看它动力马上就跟上来了，真的很给力。现在踩一下这个自动踏板，我感觉它调的这个制动力的输出好像没有特别线性，前面一段会比较空一点，是不是？比较软一点啊？对。后面的一段会比较急。然后坐在车上，这个视野也特别的高，因为它这个车就比较像大哥大那种，特别的大气。这辆车的油耗大概是多少呢？就是城市加高速那种。平均油耗，如果说你这样开的话，其实也不高，大概10到12升左右。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排量的话，我觉得能到10升的话都挺不错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噪声倒是能够传进来，其他的声音基本上没有。因为它这个发动机布局是中置的嘛，跟很多车那些横置发动机不一样。横置发动机是比较靠前，它这是比较靠后的。对。它这个悬挂真的调的特别的舒服。之前我开的那个坦克，它就特别的硬，颠的屁股痛。然后今天试驾的这个，因为它是一款硬派的 SUV 嘛，对吧？所以说它的悬挂在城市公路里边有这么好的一个感受，真的我觉得挺不错的。1131，好 ，OK 了，好。现在是有新款的要上市？新撼路者，国外有，国外有，就现在国内还没有上市。国内应该没那么快。它其实外观有改变，我看一下新款的。外观里面都有改变。都有改变。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上。国内估计也要1年多吧。1年多。那就基本上等不到了。
我现在已经试驾完这个撼路者了，然后刚刚还跟这个销售聊了一下，这款车呢有一个中配的版本，5座中配，然后有15000的优惠。那全部算下那个购置税啊、保险啊，就是落地要36万，就是一个中配的版本。然后还包括一个安全包，安全包就是那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然后还有倒车雷达呀，还有道路保持啊，还有什么道路偏离啊等等一些比较涉及到安全方面的一些系统配置吧。总体来说，这一款车的我的驾驶感受是很不错的，就是它的动力总成啊，还有这个动力的输出啊，我觉得都很满意。还有它的空间，我也是特别的满意。就即使把它当做一个床车来用，后排的空间特别的宽敞，我跟半斤呢也是能睡得下的，也能放很多东西。但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啊，稍微比我的预算的价格要高了挺多的。但是如果买标配的版本的话呢，又怎么说呢，就是配置特别少，就不够用的。虽然驾驶的体验不错，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考虑一下。然后撼路者这款车，因为它是有这个2把锁，中央差速锁还有后桥差速锁，觉得已经够用了，在越野上已经够用了。它各方面的表现还是满意的，但是外形方面感觉有点别扭，就是它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有点圆头圆脑的那种，因为它特别的圆润。整个设计的话呢，不像我心中理想的那种越野车的外形，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比较犹豫的。不管怎么说，今天也算是试驾了，试驾的感受会比坦克要好。就像那个销售人员所说的，在车上驾驶的感觉就像是开船一样。总的来说，撼路者这款车它的配置、内饰比较一般，然后价格不太美丽，还有就是空间和动力可以。所以说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惊喜，还行吧。接下来就是要对比一下帕杰罗了，我再看一下哪里能看到帕杰罗。